感谢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这里是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一，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新闻简要。美国众议院通过发放$2000的救济支票的提案，已经送至参议院投票。川普再次呼吁支持者1月6号华府见，别错过。加州州长纽森表示，居家令将延长。加州中共病毒 COVID-19 新增病例百分比居全美首位，加州实施最严格的限制措施，疫情仍然是全美最糟。加州小企业及非营利组织可以申请最高$25,000的援助金。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12月28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给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每个人支付$2000救济支票的法案。这是根据美国总统川普的意见做出的修改。之前国会两院通过的2.3亿纾困和支出的法案中，仅仅为美国人发放$600的救济款。根据《华盛顿时报》的报道，虽然有130名共和党众议员、4名民主党众议员反对将救济金增至每人$2000，但是众议院仍然是275比134的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这项每人$2000的提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都对川普总统的提议表示赞成。佩洛西认为给美国人发放更多的钱能够刺激经济。但是也有媒体分析说虽然这个提议在众议院得到了通过，但是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不一定能够获得通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参议员舒默在12月27号表示，他是希望尽快让$2000纾困支票法案在参议院能够获得通过的。那12月27号周日的晚上，川普总统就签署了这个法案，但是他表示将向国会发出请求，单独解决他对外国援助的反对意见。这就意味着，如果众议院也能得到通过的话，美国人将很快得到这笔钱，到时候一个4口之家将获得$5200的政府援助金。那如果这个提案通过的话，美国人是不是有资格获得这张$2000纾困支票，取决于个人最新的纳税申报单。个人年收入低于$75,000，或者是夫妇的年收入低于$15万的任何人呢，都将获得全额$2000每个人这样的支票。那如果个人的收入超过$75,000，每增加$100，纾困支票的金额就会减少$5。简单的说，年收入如果超过$99,000的个人将没有资格获得纾困支票，或者如果年收入超过$198,000的夫妇也没有资格获得支票。那这个法案呢，还将使美国家庭中需要抚养的成年人，比如像大学生、残疾人和有年长亲戚，有资格同时获得$2000的付款和3月份 CARES 法案授权的$500的付款。那么现在参议院到底能不能通过，结果会是怎样的呢？相信我们美国人都很关注，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踪报道。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消息。在多次批评多个官方机构对美国大选欺诈无所作为之后，周日也就是12月27号，美国总统川普就再次督促支持者一定要参加明年2021年1月6号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制止窃选的抗议活动。川普在推文中写道：1月6号在华盛顿特区见，别错过，并说稍后呢会提供更多的信息。美国国会呢将在1月6号举行联席会议，对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进行认证。那如果1名众议员和1名参议员共同提出反对某一个州的选举人票，两院的议员就会针对反对意见进行辩论和表决。那多数票呢会导致被挑战州的选举人团票作废。那由于目前大选舞弊严重，目前已经至少有11名众议员表示要反对摇摆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还有2名参议员也有意愿参与挑战。那根据12月14号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得了306张的选举人票，川普获得了232张的选举人票。
但是在7个州呢是同时出现了2套投票，也就是说这些州的共和党选举人也把票投给了川普总统。那双方的选举人都向2021年1月6号召开的国会联席会议递交了认证书。那川普总统就多次呼吁共和党在1月6号挑战选举人票，但是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参议员共和党党鞭约翰·图恩和参议员法规委员会的主席罗伊·布朗特都建议共和党参议员不要参与1月6号挑战选举人票。周六上午，川普发推文批评参议院、司法部和联邦最高法院对大规模的舞弊视而不见，表现是如此软弱。川普总统说，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被操纵和窃取的话，并且有证据证明这种窃选行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民主党的参议员会认为这是一种战争行为，并且进行殊死斗争。但是米奇，这里的米奇指的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共和党人却毫无作为，只是想让他通过，没有战斗。川普还批评联邦法院的大法官们无能又软弱。川普说，美国最高法院对2020年总统大选中的大规模的舞弊事件显示出了完全的无能和软弱。我们有绝对的证据，但是他们却不想看，他们说不具备资格。如果我们的选举已经腐败，我们的国将不国。川普说，一位在阿富汗工作的年轻军人告诉他说，连阿富汗的选举都比美国2020年的大选要安全得多，而且运作要更好。川普说，我们的选举有数以百万计的腐败邮寄选票，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选举，选出了假总统。那川普也批评了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FBI， 他说，尽管铁证如山，司法部和 FBI 对2020年总统大选的舞弊却毫无作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诈骗案，他们应该对此感到羞愧，历史会记住的，永不放弃。1月6号在华盛顿 DC 大家见。那川普是在12月19号最早宣布这一消息的，他当时发布推文表示，将在1月6号国会选举认证当天在华盛顿举行有关制止窃选的抗议活动，并且暗示这个活动呢肯定会声势浩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加州的新闻。加州的州长纽森发布针对南加地区的居家令，原来定于今天12月28号到期。简单的说，居家令呢是禁止不同家庭的人聚会。但是由于目前南加区域重症监护病房的容量为0，所以纽森就表示说，根据所有的数据和这些趋势线的走向，我们需要延长当前的居家令。不过 ICU 病床的可用率为 0%， 并不意味着没有可用的 ICU 病床，因为医院会根据病房的染疫病毒的患者的比例，为保持社交距离而调整可用的病床数。那加州的疫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看数据。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12月26号宣布，加州在过去的7天之内，平均每天10万个人中就有100.5个中共病毒的新增病例，成为全国新增病例比率最高的州。而在11月17号的时候，每10万个人中呢，只有21个新增病例。排名第2的是田纳西州，每10万个人中有89.6个人感染中共病毒。另外，加州中共病毒测试呈阳性比例是 12%， 而在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数字仅仅是 7.6%。那尽管加州的州府在12月初是广泛执行了居家令，加州仍然成了全国疫情最严重的一个州。那有数据就表明，民众对这些措施的遵守率很低，一些人甚至猜测是因为加州的严格限制反而加剧了冬季的疫情大爆发。之所以有人是这么样的认为呢，是因为加州人在今年早些时候没有获得其他州人所享有的同样的自由，所以公众对疫情限制措施的耐心已经耗尽了，人们就不再遵守规则。
与此同时呢，洛杉矶的一些科学家也正在力求弄清楚，是不是导致英国病例激增的中共病毒的这种变种也和加州的病例激增有关。那正在英国肆虐的这种变异的病毒的感染力是增加了70%，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更加具有致命性，只是说它的感染率是增加了70%。COVID-19 在洛杉矶县和加州其他地区的失控，尽管当局利用封锁和其他措施来阻止病毒的传播，但是加州在圣诞夜确诊病例已经是突破了200万例了。那面对疫情如此的严重，有居家令的延长，加州的小企业就面临的危机。最近呢，这里也有一则消息，或许能够对这些小企业起到一定的帮助。加州的小企业和非盈利的组织从本周开始可以申请救济金，这是5亿美元中共病毒救济计划的一部分。从12月30号开始，这些小企业和一些非盈利组织就可以申请5000到25000美元不等的救助金。正式的申请流程呢，是到明年的1月8号就截止了，批准通知是从1月13号开始会陆续发出。那这次救济金的管理是隶属州长商业和经济发展办公室的加州小企业倡导者办公室。救济金呢会分2轮发放，第2轮的流程日期目前呢还没有确定。那以上呢就是邓梅为您带来了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稍后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着您。